市面上有數之不盡嘅坐墊選擇，要揀一張適合自己嘅坐墊並非一件容易嘅事，因為冇一張凳係適合所有人，每個人嘅身形同需求都好唔同。就算係職業選手，通常每個車隊都有贊助商供應同一款嘅單車，但係每一個隊友嘅坐墊要求都可以好唔同。今集就會同大家講解下單車坐墊設計，嚟幫助你選擇一個適合你自己嘅坐墊。第一件事就係應該量度你坐骨嘅距離，最好就去鋪頭揾個專業人士幫你度一度。如果你想自己做都可以嘅，利用我哋以下嘅方法。你想揾一個較為硬嘅地方可以俾你坐上去，同埋坐咗上去呢，你個膝頭哥應該係做成一個90度角嘅。如果坐得太高呢，就可以擺啲嘢落隻腳度墊住去，直至你隻膝頭哥去到90度角，然後放2張紙皮搭住咁樣，然後坐上去。話唔定你要用隻手嚟拉近自己落個紙皮度，令到啲骨位更加明顯。之後呢，將紙皮呢，你應該見到2個凹位，攞支筆圈住去，然後就量度佢哋嘅距離。正常嚟講，單車嘅廠商會提供建議嘅尺碼表，好似以上咁。佢哋俾我嘅建議就係一個143mm 闊嘅坐墊，呢個數目呢係代表張凳最闊嘅位置，而你嘅坐骨呢，就應該坐喺最有承托力嘅位置，即係呢度咯。OK， 咁而家同大家分析下坐墊最主要嘅幾個部位。首先呢，就係講下條路軌。普通坐墊通常都係跟呢啲鋼做嘅軌道，佢哋係夠晒硬，但係偏重啦。較為高級少少呢，就會用鈦金屬或者啲混合嘅物料，例如呢一張 Physique 就用咗佢哋獨製嘅超輕嘅混合金屬，叫做 KIUM。而最頂級呢，就當然係全碳啦，可以話係最輕同埋最硬。下一個部位呢，就係坐墊嘅身體，即係個底部啦。入門級數咧，通常都係用尼龍做啦，比較容易啲屈曲啦，重啲同埋冇咁耐用。再上一層呢，就係混合物料，都係尼龍，但係加咗碳纖維來提高乾性同減磅嘅。要睇翻你個人嘅需求啦，硬就唔代表係啱你嘅。而最頂級呢，就當然係全碳纖維啦。而最後一個部位呢，就係坐墊裏邊嘅海綿。如果你係休閒式嘅或者踩長途嘅，話唔定你想要啲較為腍啊厚少少嘅海綿。但係如果你係踩公路嘅，追求最高嘅性能，你會想要個較為硬得嚟有承托力嚟幫助你發力同埋保持正確嘅姿勢啦。入門級通常嘅海綿都會偏重同埋俾到一種好腍嘅感覺，而高級嘅坐墊就會用唔同物料喺唔同嘅部位嚟俾到你應有嘅承托力。而山地車嘅坐墊設計通常都會比較厚少少嚟幫助吸收路面嘅震動，個形狀呢就比較闊啲啦，同埋坐墊側邊呢會用啲較為耐用嘅物料，因為山地車跌嘅機會比較多，所以張座椅都會做得硬淨啲。最後呢，就會講下坐墊嘅形狀，最傳統呢就係呢一隻 T 字形嘅，適合偏後嘅承托位置。近年嚟呢，就越嚟越多呢一款 V 字形嘅設計，中間闊啲同埋個頭短啲，會比較適合唔同姿勢嘅踩法。就算長時間趴低個身，你嘅私處部位都唔會話有好多壓力啦，會比較舒服啲。個設計就類似 TT 嘅坐墊，同埋好多設計都開始將中間嘅位置降低或者打通嘅作用呢，就係減少對你私處造成嘅壓力啦，透風啲，冇咁熱，同埋冇咗一忽，當然會輕啲啦。總括嚟講，高端嘅坐墊相等於輕巧同埋高嘅剛性，價錢當然係貴啦，重量嘅分別係可以好大嘅。最主要都係睇翻你個人嘅需求同埋踩法。有一點要記住就係唔理你買邊一張坐墊，如果你長時間坐喺張凳唔離開張坐墊，啲壓力呢只會不停咁樣累積，所以呢，久唔久呢，你就要俾佢鬆一鬆，企起身搖下車，換一換位置。如果唔係，一定會好唔舒服。除咗坐墊，如果你想冇咁蹬呢，你可以考慮下其他嘅配件。例如一對啱身嘅單車褲，或者可以試下改用無耐胎啦，或者較為闊啲嘅車胎都會有幫助㗎。其他人建議嘅牌子或者款式呢，就算好適合佢哋，就唔等於適合你嘅。我圈子裏邊呢，就近期好多人都建議用呢種 3D 打印嘅坐墊，特別係呢一張閃電牌嘅 S-Works， 價錢簡直係天價。貴唔代表係最好嘅，但係俾到你好多嘅選擇咯。
曾經有位師兄同我講，當你去到嗰一日個腦唔會再諗張凳呢，就代表你揾啱張坐墊。跟住之後我問下佢，咁你試過幾多張唔同嘅坐墊先去到呢一種感覺？佢嘅答案就係20幾張，真係有啲黐線。我知道有啲網站或者單車鋪呢，就有提供呢一個速租嘅服務，即係俾少少錢，佢就可以俾你試用張座椅幾個禮拜咁，揀啱咗先買。另外一個方法呢，你可以去你自己圈子裏面或者單車會裏面問下人，睇下可唔可以俾你試下佢哋啲坐墊。希望呢一條短片會幫到大家啦，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今日就講到咁多啦，多謝收睇，下次見。